老师是不是都跟你说印度人不吃牛？但是如果我跟你讲，印度人其实都吃牛，有没有可能？不可能，怎么可能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不懂再问》，我是比尔。因为这个寒假呢，我刚从南印度克拉拉邦回来，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5个你可能不知道的印度宗教小知识。一，印度是一座大型的宗教博物馆。说到印度的宗教，就是印度教吧？但其实啊，印度又被称为宗教博物馆，因为在这里你可以找到世界上90%以上的宗教。这里啊，同时是印度教、佛教、锡克教还有耆那教4个宗教的发源地。另外啊，大家耳熟能详的古老拜火宗教、祆教，以及世界上分布最广的新兴宗教巴哈伊教，在印度都还可以找到上百万的信众呢。2，印度其实可以使用左手吃饭。如果你今天要去印度，你一定会被千叮咛万嘱咐，不可以使用左手握手或者是吃饭，因为在他们的宗教和文化上，左手都是属于不洁。这个禁忌啊，最早可能可以追溯到婆罗门教的古老经典《摩奴法典》当中提到，应该都使用右手的概念。再加上当时的人们在上厕所的时候有使用左手清洁的习惯，因此使用左手吃饭和握手似乎就成了一种禁忌。但很有趣的是，这是我到南印度克拉拉邦的时候，却发现很多人是使用左手吃饭。那后来我就去问了我的一些印度朋友，也在网络上看到了一些印度人自己出来澄清的说法，却发现现在在印度已经没有左手的禁忌。但是，因为在这个方面我完全没有找到任何可以佐证的学术相关资料，所以呢，在此我完全没有鼓励大家可以使用左手的意思哦。3，印度竟然可以吃牛，老师是不是都跟你说印度人不吃牛？但是如果我跟你讲，印度人其实都吃牛，有没有可能？不可能，怎么可能？什么鬼？牛是印度教主神湿婆神圣坐骑，也是古时候农人耕作的好伙伴，所以在印度确实是有很多州是有法律规定禁止屠宰牛的。不过在印度啊，其实还是有可以吃牛的地方，少数几个邦，比如西孟邦，或者是我这次去的克拉拉邦，就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所以我这次在印度啊，其实几乎每天都有吃到牛，而且印度的牛真的非常的好吃。你打到我了。那这很有可能就跟克拉拉邦的多元宗教有关系。在印度有80%的人是信仰印度教，但在克拉拉邦却不到60%的印度教徒。在这里有20%的基督徒，20%的穆斯林，还有高达5%的犹太教徒。而且在这边啊，很多的印度教徒据说也不排斥禁食牛肉。4，象神节的象头传说。因为有不少的粉丝在我们 Instagram 的问答上表示想要了解印度的神话故事，所以今天的第4项呢，我们就要来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印度象神节的象头传说。象神呢名叫 Ganesh， 它象征着智慧、财富以及幸运。那为什么象神会是象头人身呢？这个故事是这样的。象神呢是湿婆和雪山女神的儿子。这一天呢，雪山女神正在洗澡，他就叫他的儿子在外面帮他看守。没想到湿婆一回到家，却误以为他在偷看他妈妈洗澡，于是就愤怒的拿刀把象神的头给砍。洗完澡开开心心的女神走出来，却发现儿子已经身首分离，于是就开始悲痛的啜泣。湿婆当然发现自己误会大了，于是他就赶快飞奔去找生命之神比湿奴。那么比湿奴就叫湿婆按照指引，将进到森林里看到的第一个动物的头砍下来，装在他儿子的脖子上。只要这样子做，就可以使他儿子死而复生。那你猜猜，湿婆进到森林里看到的第一个动物会是什么呢？没错，就是大象。这就是为什么象神是象头人身的原因喽。克拉拉邦的大象节，除了印度著名的象神节，我这次在克拉拉邦也意外的发现了一个有关大象的盛大庆典。这个大象节大概已经有200年的历史，在每年5月的某一天，克拉拉邦的人会一同欢庆，他们会把大象盛装打扮，在人群的簇拥下游行，大概会像这样。然后听了各种大象的故事，有没有瞬间觉得就是现在非常想有一只大象呢？没错，现在呢，只要在这支影片底下留言，说出你最喜欢什么样动物的头，就有机会可以抽到从南印度克拉拉邦带回来的大象节大象木雕装饰哦。另外呢，也有机会可以抽到从克拉拉邦带回来的纪念磁铁。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 YouTube、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
并且在底下留言，让你好奇的问题成为我们下一部影片的主题，也有机会得到我们不定期举办抽奖活动的小礼物哦。不问不懂，不懂再问，我们下次见，拜拜。